跑门儿都没有，打得不过，打的就是你。我得教教你怎么做人。7次、8次、9次。日本冠军身披5条金腰带，来华耀武扬威的嚣张踢馆。中国百姓英雄王洪祥暴怒狂砸上百拳，将日本人打成缩头乌龟。相信拳迷们对王洪祥的名号并不陌生，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横扫拳坛。他只输过1场比赛，国内外都有着很大的名气和威望。从小在武校学习功夫，实力堪称一绝，尤其是打嚣张的日本人非常给力。此战他的对手是日本人 King， 出场的时候身披5条金腰带，还穿着日本武士道服装，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这么猖狂。王洪祥将他打成落水狗。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红方选手王洪祥，蓝方选手日本人 King。跟贴吧上面大家贴的 King 不是同一个人，这个 King 他本名叫做岩本真纪，他是一个空手道的选手。他参加了空手道比赛，蛮有趣的，就是赤手空拳，穿空手道服打 MMA。那可以看到今天他的裤子也是 MMA 的一个短裤。那他也获得过柔术的优胜。不过在他站立技巧方面呢，我是对王洪祥有信心的。这个真正的表演呢，也是这个王洪祥打的真是凶狠啊，将对手逼在围绳角，就是连续的重拳攻势。这是王洪祥隐退拳坛多年后的首场比赛，场下的观众见王洪祥还是这样的凶狠，也是发出阵阵的欢呼声。尤其打的还是嚣张的日本选手，这就让观众更加的兴奋。在随后的进攻中，对手还是跃跃欲试的想进攻王洪祥，但可能也是被王洪祥之前的一波攻势打怕了，不敢跟王洪祥正面硬刚。他那几条金腰带怕不是随便买来撑场面的吧？王洪祥这位作为中国搏击擂台上，我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明星，带来一个作为武者的职责。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比赛，他从92公斤降到80公斤，整个的过程我们都一直在关注王洪祥在这场比赛上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拭目以待这个历史的时刻。预备好，时间快到了。过这个 King 啊，李新熟的空手道这位选手，是这种传统流派的空手道，这种流派的选手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王洪祥依旧是扫踢率先进攻，直接命中面门，就是要全方位的压制日本选手。明显是想这回合终结对手的，接连不断的腿法以及拳法，打得日本选手连连后撤，对手上回合基本就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这回合只会更加的被动。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抗揍，这么强悍的攻势打下来，也没有将他重击读秒或者 KO。5次、6次、7次、8次、9次，王洪祥的干打，连续9次的踢起加连续重拳。因为之前王洪祥他说他这场比赛打得更立体、更加连续，跟之前的风格展现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王洪祥，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一样进来了。在第2回合明显已经加温了。王洪祥依旧是低扫干扰，进攻的气势还在不断上升。这时候对手也反应过来一点了，开始想办法进攻王洪祥，但因为之前被消耗很多状态，现在打出的拳头并不能给王洪祥造成多大的影响。王洪祥将主动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将两人之间的气势完全打下去。王洪祥争取将对手 KO 掉，奈何对手意志力太坚强了，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遇上这种选手还是很难受的。现在已经被王洪祥压制住了，是体力啊，加快你的节奏。好，这回还有10秒。继续。漂亮，还有。你这点踢的是不小心偏失。我们的裁判的执法尺度还是很严的。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王洪祥前2回合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双方之前进攻还是很凶狠，导致体能下滑有点严重。日本选手现在还有一点反击的动作，就是出拳出腿有点犹豫，命中率并不高。而王洪祥再次拿到主动权，很快就将对手逼在围绳边，对手现在只能被动的挨打。这就是中国人打日本人的气势，爆发出200%的实力。他的终结以后脚的砍踢，哇！王洪祥回来了，王洪祥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了，好像时间我回到了5年前，又回到了之前，还是那个感觉，对，还是我们曾经为他欢呼的那个站在。我觉得在比赛来说，不管是发挥的怎么样，重要的是那颗热爱的心。砍踢啊，有点软脚，快冲下了，有了，还有，我们看这个机会，再砍。这时候已经完全是王洪祥的个人表演赛了，日本选手没有一点反击的动作，
整个人缩成一团躲在角落里。这并不能阻止王洪祥的打击，王洪祥打得实在太棒了，整整3回合的全力进攻，根本没有停歇的时候。日本人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看着真是解气。非常顽强的，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还是非常顽强的。还有，这很少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真的是啊！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比赛结束，日本人还举手欢呼呢，这是庆祝自己终于不用挨打了吗？最终的结果非常明确，王洪祥碾压对手获胜，狠狠教训了嚣张的日本人。接下来这场比赛依旧是一场振奋人心的中日大战。这场比赛是前不久刚打完的11月25号晚上，武林风迎来了第1000期的里程碑一战。首先作战双方分别是铁鹰华训练营的精英对战日本知名悍将朝九玉贵。观众可能也对朝九玉贵并不陌生，他是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拥有着，实力可想而知有多强。而精英对这场比赛也是期待已久，信心十足。我们直接来看比赛，红方选手精英，蓝方选手朝九玉贵，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对。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贵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对，在自由搏击这种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鹰也是一样，偏速度向，快进快出型。对，我一直精英进攻气势非常强盛，非常积极主动。赛前观众对精英并不是很看好，毕竟对手实力太强悍了，跟很多中国选手都交过手，并且还有着不俗的战绩。但精英并不管这些声音，并且以此为动力，势必要拿下这一战，证明自己，绝不能输给日本人。不过首回合双方出拳都没有发挥全力，更多还是试探阶段，这都是国际惯例。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外战最多的。对，直到2023年。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然后不偏控制的，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地方。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双方还是激烈换腿，没有什么犹豫的直接打击。毕竟这场比赛对两人来讲都非常重要。而这是11月15号当晚，武林风迎来第1000期的里程碑一战，精英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这回合也是发力的关键，两人都不会将节奏让给对手。上回合双方打得平分秋色，就显得这回合尤为重要。日本选手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力量大，尤其擅长腿法上的运用。但在随后的比赛中，日本人还是一记双飞踢将精英的眉弓砸开了。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的手开始。精英好像被打醒了。现在是哇，就是可惜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再一次治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不错。不夸张。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这场比赛还真是非常焦灼，两人都是不肯服输的性子。上回合相互的扫踢很激烈，腿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可能也是因为上回合日本人冲得太猛了，让他的体能下降较为严重。而精英抓住时机，在这回合打出了不少的有效重击，拳头看上去很有杀伤力，尤其是后续的进攻中，精英的重击让对手有点难以招架。这个武林风的精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所谓的3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是，当年王崩飞就吃过这个亏呢。对。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对，全民3日月啊。对。现在全民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最终两人打满3回合，裁判宣布精英点数优势获胜。在11月25号当晚，
武林风迎来第1000期的里程碑一战，精英拿下了这场比赛，战胜对手。但赛后有观众觉得判胜有争议，大家是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